沿用了 UNI-T 的无边界前中网，那给人的感觉呢未来感十足。不过代价就是，如果你的保险杠发生一定的磕碰，那整体换下来成本相对来说高一些。还有呢，就是三叉星辉式的日行灯，辨识度非常的高。这辆车并不像 UNI-T 用了很多折线，攻击力很强，它用了很多圆润的线条，给人的感觉它像一个大胖子。那造成这辆车胖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腰线太高了。然后呢，这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儿，就是它的轮毂了，21寸的轮毂，并且配的是马牌 MC6 26545的一个尺寸轮胎。那这款胎放在这台车上，多多少少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，毕竟是一款主打运动型的轮胎。不过这辆车的轮胎成本也是很高的，一定要小心，1400块钱一条。对于长安的这种车型来说，隐藏式的门把手那简直就是日常操作。车尾呢用了一个大溜背的设计，配有尾翼以及高位刹车灯。在车尾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贯穿式的尾灯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太像马看了？双边4出真排气，吓人吗？而且看一下这个排气管的直径，比我的拳头还要大。这个胖子的外形够唬人了吧？后备箱整体非常的工整，座椅支持4:6比例放倒，放倒之后呢，几乎是一个纯平的空间。不过呢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瑕疵，就是这个地板相对来说有点高。我是170，如果我要抬一个比较重的大件东西的话，还是会比较费力的。这辆车近4.9米的车长，轴距2890，定位中大型 SUV。那它的内部空间到底表现怎么样？这辆车的内饰质感非常的棒，长安在用料以及做工程度上根本不用去担心。我最想说的就是这款车的方向盘，这辆车的方向盘采用了上下几乎是一个平底的设计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运动氛围非常的强烈。然后呢，这个方向盘放在这辆车上，它真的不那么好看。那这辆车的配置呢是丰富的不要不要的，很有特点呢，就是它会在这块7寸的屏里边显示一个流媒体，那一键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从这儿看到车尾的一个影像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又是有一个设计上的小瑕疵了，就是中控屏会挡到7寸屏的一个小角，日常用的时候呢会挡到水温表，不过影响还不是很大。再有呢，就是长安的这个中控系统了，反应快，很跟手，然后操作起来呢也还是比较便利的，特别是这种360的全车影像显示的清晰度非常非常的好。集成的索尼的头枕音响，这个音箱真的挺好用的，不管是你打转向灯的时候，还是障碍物提示的时候呢，都会给驾驶人一个声场的感觉啊，能清楚的判断你这个声音是出自哪一边。那来到后排呢，坐姿重心要比前排更低一些，然后呢，就是它一台车的后排座椅真的非常非常的软，再加上呢，它靠背的这个俯仰角啊，特别的仰，整体坐下来呢，比我家的沙发还要舒适。我以前经常说，冠道和 URV 是5座车里后排空间最大的，没有之一。今天我要把这话收回。这么大的一辆车，搭载了一台 2.0T 的发动机以及8AT 的变速箱，最大马力233，最大扭矩390牛米，开起来怎么样？这套动力总成呢，相比于75 Plus 上那套哈，在调教方面呢，明显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化的。它的动力响应会更积极。那当然啊，也是基于这个全新的这个发动机，采用了这种双涡管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让它呢在1500转的时候就能爆发出350牛米的扭矩。在重庆这样的上上下下的山路上，那这台车的动力总成表现呢，就是非常的从容自在。那这台8AT 的变速箱呢，是基于这个家用代步的考虑啊，它的调教呢并没有特别的激进，不过呢它的升档非常的平顺，而且呢也让人感觉不到升档的动作。然后呢它的降档反应呢，也是这种比较干脆利落的。虽然啊没有激进的调教，不过呢应付我们日常的这种驾驶来说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结合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路况啊，崎岖的山路下呢，如果想在这种情况下舒服的开车，要做到2点。上坡的时候呢，这个车的动力一定要响应够积极；下坡呢，要靠着刹车舒适的脚感。那 UNI-K 这辆车这2点做得非常的不错。那这辆车的底盘悬架呢，在这种铺装路面上，它的高级感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而且也很明显的能感受得到。但是呢，也有2个不太完美的地儿哈，就是它如果遇到这种大的坑洼或者是这种减速带的时候呢，它悬架的这个表现呢，会有一点点的多余的动作，并不是那么的干
脆利落。然后呢，它在这种比较细碎的路面上，就是一些碎石路面上的时候呢，有可能是轮胎的原因啊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噪音从底盘反上来。那这辆车如果没有特别激进的驾驶的情况下呢，它的车厢支撑做的还是不错的。那当然啊，这么样一台家用代步，而且是中大型的 SUV， 谁会把它当做一个赛车来开呢？那 UNI-K 整体在这个操控的表现呢，这个方向盘来说吧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家用车的一个设定哈，有一定框量，然后呢，整个的一个方向盘回馈的力度建立还是不错的，手感适中。但是基于造型的原因吧，我目前来说还是没有太适应它，总觉得我的方向没有回正，或者是我的方向多打了一圈。这台车的 NVH。我觉得整体做得非常好，毕竟基于这个双层的夹胶玻璃哈，不管是风噪还是环境噪音，抑制的都是很不错的。还是在这个偏高速的情况下呢，它的胎噪会稍稍的明显一些。当然，这是轮胎的原因。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台车的动态表现啊，因为环境的原因嘛，毕竟是重庆，然后整体的环境哈这么惬意，然后呢这个路况又非常的有意思，开着这样一台车，我真觉得你要去更多的享受一下周围的风景，然后呢，这台车给你带来的呢，也是这种很惬意、很轻松的一个驾驶体验。那咱们应个景啊，用一句四川话来去评价一下这辆车的动态，就是巴适得很。经过了一天的试驾，长安的 UNI-K。不愧为长安的镇店之宝，这辆车的颜值高、空间大、配置全、内饰还有质感，而且不管是乘坐还是驾驶都符合它家用代步的定位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辆车目前还没有出它的价位。如果说这辆车有一个合理的价位，想必 UNI-K 在2021年必定大火。大家一起来猜一下这辆车价位会在哪个区间呢？感谢收看这一期小五试驾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